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指尖停留。苏老二家的丫头不嫁也得嫁，欠了我们钱就拿人抵。放开他！你谁呀？我姓苏，回来探亲。苏家哪来的亲戚？苏老二一脉，穷的锅都揭不开，还能有传这么干净的亲戚？怕不是这丫头的野男人吧？瞧着倒人模人样，就是脑子不好，敢管赵家的事儿。你快走，赵家在镇上有人，你惹不起。你叫什么？苏小荷。300年后，竟还能在世上听见苏家的后人叫自己一声同姓。你长得像祖宗画像上的人。小子，松手！欠了多少？30两银子，苏老二借了我们30两，白纸黑字，今天不还钱，就拿他女儿抵债。30两。够吗？够！借据。5两滚到30两，这是想把小荷卖给镇上冲洗啊！借据在他们手里。可他们改过书。胡说八道！债清了。老人家不必。真像啊！苏家祖宗画像上那个离家求仙的孩子，就是你这副模样。画像还在祠堂里，只是祠堂快被人拆了。师尊，弟子修仙300载，如今想回家探亲，望允准。苏清寒，你还有亲可探？修仙300载，原本以为我早已断绝凡尘，心如寒铁。你们见过我家清寒吗？他去仙山了，说学成就回来。爹娘，我学会仙法就回来看你们。凡人寿数不过100年，你的爹娘多半已经不在了。山高路远，身上总要有点钱。在不在，我都要回去看看。你如今身份不同，下山若被魔修知道，恐生事端。无妨，我只回家吃顿饭。你真是我们苏家亲戚？很远的亲戚。有多远？远到你们应该叫我祖宗。谁写的？听我祖婆婆说，是最早那位老太太写的。她等了一辈子，说家里出了个仙人，总会回来的。后来她走的时候，还让后人每年给苏清寒留一碗饭。你别难过，
奶奶说祖宗后来一定成仙了，成仙的人忙，顾不上回家也正常。不正常。家里没什么好东西，恩人将就吃。300年未食人间烟火的他，眼底竟泛起一丝泪光。这口看似寡淡的清汤面，温度直达4至100海，比他在清玄宗喝的万年灵泉煮的仙膳还要滚烫烫心，让他彻底想起了回家的路。你刚才怎么把刀弹碎的？学过一点剑，那你能教我吗？小何，爹死了，哥也被征兵带走了，村里人都说我家没有男人，就该受欺负。你哥叫什么？苏青山，3年前被县里征去修河堤，后来就没消息了。有人说他死了，也有人说他逃了。他没死。真的？真的。明日我带他回来。你就是昨天打伤赵家人的外乡人吗？有事？苏家欠村里的税粮，祠堂那块地抵给村里了。今日我们来拆祠堂，与你无关。村长，税粮我们慢慢还，祠堂不能拆，那是苏家的根啊！根？苏家还有什么根？一个寡老太，一个丫头片子，留着祠堂占地，不如给村里修仓。你胡说，我哥还活着。哼，活着？活着怎么3年不回来？怕不是早死在外头了？谁敢动祠堂一块砖，断一只手？好大的口气！你一个外乡人也敢管苏家村的事？我姓苏。你说姓苏就姓苏？族谱呢？录纸呢？官府文书呢？凡人要证明自己是谁，竟要一张纸。可我离家那年，苏家村还没钱家说话的份。祖宗显灵了！装神弄鬼，给我拆！我说过，动祠堂者，断手。你敢！我侄子在县衙当差，赵家背后还有仙门供奉，你得罪不起。苏家欠多少税粮20担。没有那么多，本来只有30，是他们年年加力。熄火！钱老狗，你还我家地！我儿子当年就是被你逼走的。原来苏家的税也是你改的。娘，清寒回来了。300年后迟来的归家，凡人的恶，便交给凡人的规矩去算。你们敢动我，赵家仙师不会放过你们！黑风观的仙师就在镇上，他一句话就能让你们全村遭灾。黑风观的人很厉害，镇上人都说他们会招雷，还会请鬼。赵家每年给他们送很多银子，村长也给。他们来过苏家，去年冬天来过一次，说我们祠堂下面有灵脉，要我们迁坟。奶奶不同意，他们就让村长加税粮。恩人，要不你快走吧，你有本事。可黑风观有好多仙师，我们苏家不能连累你。我不是恩人。祖宗！你真是苏清寒？嗯。可祖宗不是300年前的人吗？嗯。那你今年多大？
315。看着也不老啊。快给祖宗磕头！我要把家里唯一那只老母鸡杀了，给祖宗接风。鸡留着下蛋。那怎么行？祖宗第一次回家。不用杀鸡，给我再煮一碗面吧。祖宗，你真会飞吗？老祖宗。那你能不能把我哥带回来？今晚就去。我也去。你留在家里。可那是我哥。那就学会第一件事。什么？别拖后腿。我学。跟紧我。闭眼。这就到了。老祖宗，你刚才怎么不早说？你包袱绑得挺认真。这是赵家，镇上那个病秧子少爷死了，听说今晚办冥婚。我不想死人！是春月姐。里面关着10几个人，还有你哥。哥，先救活人。天圆地方律令9章，一切要挟不得干犯。吉时到，新娘入关，与赵少爷合葬。老祖宗！谁敢坏本仙师法事？苏家人。又是你们苏家！来人，把这小贱人也抓了，正好给我儿做妾。用活人配冥婚，谁教你？凡人命贱，能陪赵少爷下葬是他们福气。原来如此。散。你是哪一贯？前辈饶命，小的是黑风观外门弟子，不知前辈驾临。黑风观在哪里？在城北。小何，明日交官，至于你，在路。老祖宗，黑风观里真有仙人。有修士，和你一样？不一样。有人闯关！凡间什么时候出了你这号散修，敢闯黑风观？知道我们观主是谁吗？苏家村灵脉是你要挖？原来是为那条废脉来的。怎么，苏家请你护坟？是。一个破村子也配占灵脉？我们黑风观替天行道，取灵脉建法坛，是他们祖坟有幸。看着，看什么？看仙师怎么死。何人敢在我黑风观放肆？拜见观主！道友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
苏家村那口灵脉贫瘠得很，你若想要，本座可分你3成。你杀了多少人？修行之事，何必凡人死活？凡人死活。剑尊，你是元婴剑尊！前辈饶命！我愿献出所有灵师法器。晚了。记住，这世上有人披着仙衣，心却被恶鬼害脏。以后见到，不必跪。青山，奶奶，我回来了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知不知道奶奶病了多少回，赵家都要把我卖了。是个没用。你是没用，但活着就行。如果300年前我回来过一次，我娘是不是也会这样骂我，然后再紧紧抱住我？多谢苏家老祖救命！多谢仙人！往后苏家村不许再逼债卖女，不许侵孤寡田地，不许借仙神名义欺人。是。下官不知仙长家里有失远迎。赵家拐卖女子，私设冥婚，勾结邪修，你管不管？管，一定严查。苏家村旧账，你查不查？查，今日就查。征夫修河堤，3年未归，活人被当死人消灭，你问不问？问，下官亲自问。往后此县若有冤魂3日不散，见其遍落。苏家村往后的账，你来管。我，你识字吗？识一点。那就学。你也学。学仙法。先学算账。连账都算不明白，别人改了借据，你还得等祖宗回来救。学就学。老祖宗，吃饭啦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老祖宗，这是你爹娘吗？嗯。爹娘，清寒回来了。我学会仙法了，会御剑。会炼丹，会布阵，也会杀很多很厉害的妖魔。师门待我很好，掌门师兄嘴硬心软，师侄们见了我都怕。可我回来晚了，娘，你那年给我的铜钱我一直带着。你说等我回家要给我做面，我吃到了，后人给我做的，味道很像。老祖宗，你还会走吗？会走，但走之前，我会把该处理的事处理干净。那以后呢？以后每年清明，我回来上坟。只清明啊！别贪心。若有事，烧这张符，一符传信，一符护身。一符救命，非生死大事，不可乱用。
你们苏家害得赵家被抄，还敢占着村东灵地？我爹说了，苏家村以后归县府直管，祠堂和祖坟都要登记造册。是县令的儿子。哟，这不是差点嫁给赵家死人的苏家丫头吗？听说你们家来了个厉害亲戚，就是她。道友，苏家村灵脉已由县府上报金阙门，往后归我们监管。你若是暂休，最好不要插手。金阙门知道黑风观炼魂吗？黑风观之事自有宗门处理，倒是你私自灭关，杀戮过重，怕是要跟我回金阙门解释。黑风观害了那么多人，你不抓他们，反来抓救人的，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大胆！前辈，清寒剑尊。你门下弟子替县府夺凡人祖坟灵脉，知道吗？晚辈不知，剑尊恕罪，晚辈立刻亲自来查。不用亲自来，派个懂规矩的来，3日内给苏家村一个交代。是，晚辈明白。县长饶命！县令监理昨日答应严惩，今日你就来夺地。看来我留在县衙门匾里的剑气，他没看懂。你也去。我看着他们怎么审案，怎么写状纸，怎么按手印。苏家不能只靠我一剑，你们要学会自己站在堂上说话。老祖宗，我今天看见刘承玉跪在堂上了。他以前可威风了，路过街上谁都要给他让路。可县太爷一拍惊堂木，他吓得话都说不利索。我还看见那些被救姐姐来作证，他们以前都不敢出门，今天哭着把赵家做的坏事全说了。很好。所以我想修仙。前面和后面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。我要是厉害，就没人敢逼他们闭嘴。修仙很苦。我不怕苦。会离家。你若跟我上山，少则10年，多则100年，未必能回来。等你回来时，林婆婆可能已经不在，苏青山可能也老了。老祖宗，若小荷真有仙缘，就让她去吧。奶奶，奶奶舍不得，可舍不得也不能把你困在村里。你爹当年活着的时候常说，小荷比男娃还绝，说不定能书做官。如今祖宗回来了，你有更大的路，奶奶不能拦。可是我走了，谁照顾你？我照顾。哥回来了，不会再让奶奶一个人。仿佛看到了300年前另一个特娘，他们也许同样会万般不舍，却仍旧会放手的追寻大道，有时比修士所追求的大道还要宽广。木火双领根，性性坚韧，适合清玄宗丹剑一脉。先守孝3月。守谁的孝？守你差点失去的凡尘。3月内，
每日练气1个时辰，读律例1个时辰，照顾家里1个时辰。3月后，你若还想走，我带你上山。老祖宗，我会做的。老祖宗，又来一个会飞的！哟，你在凡间收徒了？还没。那就好。清玄宗够乱了，不能再……掌门祖宗好！他叫苏小荷，苏家后人。啊，木火双灵根，心性也亮，是个好苗子。你还真打算把他带回清玄宗？3月后再说。也好，你这一脉冷了太久，有个人吵吵闹闹，也许不是坏事。你来做什么？魔门知道你下山了。300年来死在我剑下的魔修无数，想要我命的人，能从清玄山来到北海。血河老祖的残魂现世，似乎冲着你来的。还有，北海蛟族也派了人。多谢。怕我连累凡人。是，清寒，你若留在这里，魔门不敢正面杀你，便会冲苏家下手。凡人太脆，一点余波都受不住。跟我回宗门吧，苏家这边我派人暗中照看。再等3日。3日能做什么？给我爹娘重修坟碑，给苏家祠堂补粮，教小荷引气入体，替青山立住村中规矩。还有，等该来的人来。血河魔气。血河宗还是这点出息，先冲凡人下手。老祖宗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不是好人。你解释的真省事。清寒剑尊，原来你也有凡亲，300年了，本座还以为你真是无亲无戚。护得住这一家，护得住全村吗？你杀我血宗300弟子，今日我便拿这村300凡人祭旗。你们冲我来！欺负老人孩子算什么本事？凡人也配合本座说话。剑尊好大的火气！我今日心情确实不好。这里是我家，你进我家门，动我家人，还问我为何有火气？我来。你竟比30年前更强了。你倒是更弱了。凡人香火。你看，凡人也能护家。
清寒，你护得了他们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你是修士，早晚要走。等你走后，他们还是会老，会死，会被人欺辱。你看，你也知道，凡尘是你的弱点。只要他们还活着，你便难做到全然放下，超脱世俗大道。谁说大道要无情？我15岁离家，300年没回来，这是我的错。可我不会为了证明与自己无情再错一次。牵挂越多，破绽越多。那又如何？我有家，有坟要上，有后人要护，有一碗面要记得吃。你若觉得这是破绽，便来攻。你这次回家倒还出点名堂，什么名堂？以前你像把剑，现在像个人了。你以前骂人也这么拐弯？楠楠，我刚才差点死了。老祖宗，我还想修仙，我怕死，但我更怕以后有人这样欺负我家，我只能哭。好，看来清玄宗真要多个小祖宗了。掌门祖宗，你是在说我吗？金阙门监管不力，纵容外室弟子勾连县府夺取凡人灵地，今日特来赔罪。苏家村灵脉归村中公有，任何仙门不得强取。你去接那份契书。老祖宗，我不行。你行？我真不行。你在矿场护住10几个孩子时，也觉得自己不行，怕也拿着。剑尊，可是赔礼不够。凡人守不住太多灵石，把剩下灵石换成3样东西：第一，派正经医修每月来村中义诊一次，为期10年；第二，在县学增设寒门名额，苏家村孩子可免费入学；第三，金阙门在此地设监察牌，若再有修士借仙门之名欺压凡人，村民可击牌告状。剑尊所虑深远，晚辈受教。我知道，银钱会花完，威慑会随着时间变淡，读书、医药和能告状的路，会让一个村子慢慢长出骨头。这可真烈，难怪你不愿立刻回去。宗门催了，催了。北海那边又有动静，教族派使者上山，说要与你谈。老祖宗是。我还会走，但这里从此不是回不来的旧梦。凡人气息污浊，剑尊竟真住得下去。有事，我叔父死于你手，北海需要一个交代。你叔父吃人时给7城百姓交代了吗？那是沿海凡民自愿献祭，换我北海庇护风调雨顿。谁会自愿把孩子送给妖怪吃？凡女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。这是我家后人，剑尊，我今日不是来与你动手，北海愿与你和解，但有条件。说：第一，归还昭君妖丹，以镇入北海封印；第二，清玄宗赔偿北海灵脉3条。你继续。第三，你需向北海公开致歉，并承认斩蛟过重。是人的妖怪还要救人的人道歉。凡人闭嘴。还有吗？还有最后一条，听闻剑尊凡亲尚在，北海愿接苏家一脉去海上做客100年，
以示两族互信。你来之前，你们族长知道这些条件吗？自然。好。苏清寒，你敢杀使者？不杀。剑尊，这是误会。你要扣我苏家一脉做人质？绝无此事。敖烈擅作主张，北海院交由剑尊处置。族长，北海骄军吃人，罪证仍在天盟。若北海不服，我3日后亲至北海，再战一次。北海府赔偿沿海7成。给被吞孩童立魂碑。立。往后骄族入凡境，须过天盟监察。我的救位！老祖宗，你刚才好威风。所以你更要记住。记住什么？真正有本事的人，不该把威风用在弱者身上。祠堂修好的那一天，苏家村下了一场小雨，苏家从村里最弱的一户重新站了起来。我知道，我也该走了。离开前，我给苏家留了3条路。第一条是苏青山的路。这些不是让你做第2个前村长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也没关系。我在祠堂门口留了一道问心剑，往后苏家掌杖之人，每年祭祖都要过剑。若心有贪念，剑会响。老祖宗，响了会怎样？轻则头疼3日，重呢？你不会想知道。第2条是苏小河的路。3月后，你若仍愿修仙，掌门师兄会派人接你入清玄宗外门。你不会直接拜入主峰，必须从杂役和外门试炼走起。我还以为能直接当老祖宗的徒弟。你老祖宗当年也砍了3年柴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也砍。第3条是整个苏家村的路。外力终究有限，我在祠堂旁建了这间书屋，村中孩子无论男女都可来读。从前女娲哪有读书的命？以后有。师母啊。老祖宗在山上想家了，就煮一点。老祖宗，你清明一定回来。中秋呢？看情况。过年呢？若无大事，便回。这次不是跪拜，是送家里长辈。别总跪。好。300年前我离家时，觉得山外才是大道。300年后我才知道，回头处也是道。剑尊，您这是从哪里回来？探亲。剑尊，您凡间的亲戚是不是都叫您祖宗啊？你是不知道，你不在这些日子，宗门弟子偷偷打赌，说你回凡间肯定住不过1天。结果你不但住了半月，还差点把凡间县府和金雀门都重整一遍。北海玄弦闪烁着光泽的玉简，虽然看起来格格不入，可我觉得很好。清寒，你真的变了，变弱了。
不，剑更稳了。这就是老祖宗所在的仙门吗？好高啊！莫挂念，逢年过节记得回来吃面。老祖宗，我没后悔。带了什么？衣服、干粮，奶奶给你做的鞋，哥你的账册，还有村里孩子写给你的信。他这是来修仙还是搬家？第一次出远门，总要多带点。怕吗？怕。那还走？走啊！老祖宗不是说了吗？怕也要往前走，但走之前要记得和家里好好告别。姓名：苏小荷，籍贯：苏家村。引荐人：我家老祖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家后人挺会说实话。不好，好是好，就是外门要热闹了。入外门后，不论出身，只看勤勉。莫说你只是剑尊后人，就算你是剑尊亲传，也要从挑水劈磨开始。我会挑水，也会劈柴。这缸水我顺手帮你灌满了，你休息会儿吧。谢谢你，苏小荷。啊！他一点灵力都没有，怎么劈得比我们还快？这柴得顺着纹路劈才不费力气。你以前学过？学过一点。谁教的？又是你家老祖宗？嗯。怪不得这么厉害，原来早有人开小灶，还说不靠出身呢。你要是不服，明天挑水我们比。谁要和你比挑水？那比劈柴。粗活有什么好比？那比引气。这性子像你？不像。哪里不像？我当年没他画画多。林婆婆给我烙的饼，每天只能吃一点，不然很快就没了。奶奶，哥，我今天没丢人，老祖宗，我也没给你丢人。心软了？老祖宗，我知道是你！老祖宗，我知道是你！哈哈哈！我看你以后怎么收场。我现在觉得有些后悔给他送面了。小荷，怎么办？脚不够会扣月历。先踩。可是时间不够了。够。怎么弄的？有人割我的篓。
你说有人割就有人割，证据呢？我没说是你，你急什么？乡下丫头，你别血口喷人！割篓子的人剑上缠了金丝，后山只有你用金丝剑。老祖宗说，人在外面不能只会吃苦，还得会留证据。同门相害，罚入寒潭思过10日，扣半年月例。你不就是仗着有个剑王老祖吗？是啊，但我今天采的120株凝露草，是我自己爬上去摘的。你要是不服，等你从寒潭出来，我们再比。你这后人不吃亏，吃过亏才学会的。谢谢老祖宗。隔着半座被夜色笼罩的山峰，我清楚地听见了他的低语。小河入门第2个月，苏家村的吉信，村中连旱20日，田苗将死。金雀门一休认定，这不是普通天灾，是白石镇李家仗着小灵山的势力截了水脉。老祖宗不必亲至，我已带村民去讨。若3日后无回信，再请老祖宗相助。你这后人有分寸，知道先自己处理。他让你3日后再去。我知道。那你现在去哪儿？路过。你从清玄宗路过到苏家村？苏青山，不是我们不讲理，上游水渠是我们李家出钱修的，想怎么放水，自然由我们说了算。那条水脉本就是3村共用，你们私自改渠，白石镇水满为患，我们苏家村却要旱死，这叫讲理？讲理也得看谁有本事。小灵山仙师说了，这水渠改的和天使。凡人不懂水脉，不要乱说。那就去县衙。县衙敢接吗？金雀门监察牌上写的清楚，修士不得借法术侵占凡田。小云山若要插手，就让他们派长老来与金雀门对峙。你敢拿金雀门压我？我不是压你，我是按规矩说话。还出手吗？小玉山弟子，谁许你对凡人动法？没有提前传信，也没有惊动众人，我只是像当初下山时那样，慢慢走回去。凡立器者，须明价，明期，明责。老祖宗回来了！回来了就好，饭正热着，山上月亮和村里是一个，摆着碗筷，小河他就能看见。老祖宗，金雀门出面后，小灵山赔了水粮，还帮3村重修了水渠。咱们村今年虽然大旱，却没有绝收。老祖宗，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没本事，可后来想想，你也不能永远替我们吵架。你给了规矩和路，剩下的总要我们自己走。你做得很好。云海里有会发光的鱼，单防炸炉时能把人熏黑。掌门年轻时
还被林鹤追着啄过。苏清寒，你讲故事能不能别带上我？那只灵鹤后来成了护山灵兽。娘，我终究回来了。这一次，我不再只觉得愧疚。老祖宗，过年还回来吗？回。清寒，吃饭啦！这是院里，院里，凡人会在旧物上铭成院里。你娘给你的铜钱，苏家后人又供了你300年，这东西已经不是普通铜钱了。若炼成法器，能护神魂。你如今剑意太盛，度化神劫时最怕心魔，这枚铜钱或许能帮你。清寒，你该闭关了。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他第一次外门小闭。你现在真的很像个操心晚辈的老祖宗。我本来就是。哼，这次我不会输给你。那你认真点。我输了，下次再切磋。想好了，想好了。心魔呢？我带他一起过。掌门祖宗，老祖宗会没事吧？他很强。很强就一定没事吗？不一定。清寒，回来啦。娘，长高了，也瘦了。娘，我回来晚了。山路远，回来就好。太晚了，你等了一辈子。娘是等过，也怨过，可后来想想，我儿子是去学仙法，去走自己的路，娘不能因为舍不得就怪你往前走。可我答应过你，那以后记得就行。清寒，人这一辈子总有来不及，你不能永远跪在来不及前面。老祖宗，家里一切都好。我会守好苏家。老祖宗，你还没看我筑基呢。你看，有人还在等你。娘，我以后会常回家。去吧。苏清寒，你可真会吓人。你要去哪儿？回家。你刚化神。境界不稳。稳。你至少装一下刚渡劫后虚弱的样子。
你月课还没交。我也回。课业重要。可是你化神了，这么大的事，奶奶和我哥肯定想知道。我替你说。那不一样。回来双倍交月课。老祖宗，原来天上看家是这样的。记住这个样子。为什么？以后你飞得越高，越要记得下面有人。回来啦！婆婆，我们回来了。老祖宗，化神是不是很厉害？特别厉害，掌门祖宗说整个东周都没几个。这么大的喜事儿，得吃2颗蛋。老祖宗，修成化神后，是不是就离凡人更远了？不，那是什么？是更能回来。爹，娘，我过了。不好了，李婶家的小孙子掉进后山练功了，底下有毒蛇和怪风，大家根本下不去。这也许是他第一次真正明白修仙的意义。奶奶，你自己判断。哥，拉住！小何，你会受伤。我能下去。我以前受伤，是因为没人能救我，现在我能救别人，总不能站着看。原来不是山峰，是风妖。走开！天哪，小何受伤了！别怕，姐姐带你回家。哎呀，谢谢你救了我孙子！别，我受不起。老祖宗，我做的还行吗？很好。那我以后是不是能救更多人？能，但记住，救人之前也要学会活着回来。老祖宗，这是在救粮暗格里发现的，上面写着给您的。旧粮是300年前留下的，后来祠堂几次小修都没动过。也就是说，这封信在粮中藏了300年。吾儿清寒，见字如面。男儿出门带好这把柴刀防身，不要怕路远。爹在信里写了很多，他说我走后，娘每日去村口看路，开始1年日日去，后来腿疼了就3日去一次，再后来他知道自己等不到了，便让他把这封信藏进祠堂粮里。爹说他们不怪我，他说若我真学成仙法，就做个堂堂正正的人，别因为飞得高就看清地上的人。他说家里穷，没给我留下什么，先吃饭后上坟，活人比死人要紧。信最后还有娘歪歪扭扭补的一行字：娘给你留的棉衣小了，回来别穿，会累。老祖宗，你哭吧，我不笑话你。我没哭。没哭。老太太是个好娘。她当然是。储物界太冷，这封信该贴着心口。照信上说的，先吃饭，
这面里放了2个荷包蛋，一个给你，一个算替你娘补的。若有一日归家，先吃饭。却上，先吃饭，后上坟。活人比死人要紧。原来我一直把遗憾当成心魔，以为自己欠了死人太多。可爹娘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，却叫我先顾活人。我忽然明白，他们不是要我困在坟前，他们是要我回家看看，然后继续好好活。老祖宗，奶奶说锅里还有汤。走吧，回去喝汤。活人比死人要紧，这句话我记住了。那年除夕，我履行承诺，回苏家村过年。这一次我不是一个人。奶奶，这是给您的养生丹。哥，这是你的新账笔。小家伙们，启蒙玉简拿好，好好认字。我只是巡查梵境，恰好顺路来看看，真就是顺路。今年真是咱们苏家最好的年啊！大家太客气了，这多麻烦呀！行了行了，都别挤了，东西我给老祖宗收好了。我有几百年没过凡人的年了，感觉如何？吵，但不讨厌。子时将近，村里人去祠堂祭祖。苏小荷站在人群里，既想修饰，又像那个从小在村里长大的姑娘。苏家先祖在上，今岁风调雨顺，村中添丁3人，入学孩儿37人，田侧无争，水渠无损。小荷入仙门，清寒老祖归家。你以后真每年都回来？若有大战呢？打完回来。这话倒像你。给我的。过年都要压岁，老祖宗年纪大也得有。旧的那枚是老太太给你的，这枚是我们给你的，以后年年给，攒多了，老祖宗就不会忘记回家的路。不会忘。老祖宗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300年后，我终于又过了一个家里的年。